秦始皇生命的晚年，一条谶言横空出世：亡秦者胡。横扫六国的祖轮皇帝怎么能忍受胡人推翻自己的政权呢？于是秦始皇大手一挥，派遣自己的儿子扶苏和30万大秦精锐北上抵抗匈奴。然而他却不知道，灭亡秦国的真正元凶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胡亥。今天秦汉之际，甚至可以说整个封建历史上最抽象的拆家狂魔、自爆卡车胡亥老弟正式登场了。公元前210年，已经登上皇位的胡亥得意洋洋地给老师赵高说：“恩师啊，你说这人生如此短暂，就像6驾马车飞逝而过那么短。我当皇帝也不想干什么事业，就想吃喝玩乐，纵情声色，让自己在爽中度过一生。你觉得怎么样呀？”赵高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回答：“不怎么样。我天天都吓死了，您却还想着玩？您难道忘了当初的沙丘之谋了吗？”沙丘之谋几个字一出来，胡亥瞬间老实了。所谓沙丘之谋，是指秦始皇死之后，赵高和胡亥阴谋上位的那场政变。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病重，自知时日无多的他，赶紧给未来的继承人扶苏下诏，让他把兵权交给蒙恬暂时管理，然后立即赶回咸阳主持自己的葬礼。但秦始皇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扶喜令的赵高拿到遗诏之后，压根就没有送出去，而是直接以一己之力阴谋夺取了大秦政权。首先，赵高去怂恿胡亥，建议趁着密不发丧的档口，由胡亥来当这个太子。胡亥此时还处于一种老实人的状态，一听赵高大逆不道的言论，他立即以君臣大义严厉地指责赵高。但赵高可是在大秦中央身经百战、见得多了的老人了，他一句话就终结了比赛，说道：“我劝您不要因小失大，倘若有一天真的当了臣下，到时候受人管制的日子可不好过。”胡亥听完，仔细想想，老师说的也没错。权衡利弊之后，他也就跳上了恩师的贼船，搞定了新太子的人选，还得拉拢盟友。这次始皇帝的出行带的关键人员并不多，唯一能在身份、地位和朝廷威望两方面都能左右立储的，就只有丞相李斯了。更何况李斯还是少数知道秦始皇已经病逝的人，所以胡亥和赵高都意识到李斯的支持必不可少。一开始，李斯听到赵高的言论也是吓了一大跳，他严肃地警告赵高说：“皇位传承非人臣所能干预。”结果赵高再次一句话杀死了辩论，他说：“论功劳，你比得过蒙恬吗？论亲近，你比得过蒙恬吗？论政治路线，你是儒家吗？倘若是扶苏当了皇帝，你的丞相会被蒙恬取代，你的法家路线会被儒家清算。而且我提醒你哦，秦朝被罢免的宰相几乎没有一个是善终的。如果你下台，不仅自己死无全尸，后人也没有办法得到庇护。前脚恐吓完，后脚给蜜枣。”最后，赵高再次表明态度，说道：“如果您愿意扶持胡亥，那么拥立之功，将来绝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多重诱导之下，李斯也上了赵高的车。就这样，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再加上一个整活不嫌事儿大的太监，当秦始皇尸骨未寒的时候，三人已经劫取了大秦江山。后面的事儿我们就都很熟悉了。赵高、李斯、胡亥篡改遗诏，逼扶苏自尽，杀将军蒙恬，矫诏传位给胡亥，从而揭开了历史上的新的一幕。但问题是，阴谋夺权的三个人真的会在夺权成功之后就收手吗？所以胡亥自爆规则的第0条就出现了：越是阴谋上位，越是坐立难安。以前我们总是把目光放到刘邦、项羽身上，毕竟项羽神勇，千古无二。刘邦则是用了短短的7年就完成了龙蛇之变，从草民走向了帝王。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秦朝再怎么烂，也不至于在胡亥继位之后短短的3年里就被灭国了吧？更何况胡亥继位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天下都安享太平呢。比如胡亥得偿所愿之后，便公告天下，顺利继位为帝，又在9月为秦始皇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礼，然后又继续效仿父亲，巡视州郡，刻石颂德，在全国各地悠游赏玩。这样看，胡亥刚刚继位的时候，大秦运转的很正常嘛。那么，到底为什么在短短的2年之间内，秦朝就被起义军掀了个底儿朝天呢？让我们回到开头师徒俩的谈话当中来寻找答案。胡亥问赵高：“我想悠游快活以度日，可以吗？”赵高非常严肃地表示：“
咱们的杀丘之谋，公子王孙和朝廷大臣都心存不服。朱公子跟您一样，也有当皇帝的法理，诸大臣又都是当初始皇帝的旧臣，他们万一觊觎皇位，您怎么可以躺平作乐呢？”胡亥听完洞明觉厉，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傻乎乎地问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呢？”赵高则是早就想好了对策，他伸出了2根手指，说道：“第一，尽除先帝之臣；第二，尽杀宗室兄弟。”要说这胡亥对赵高的信任，宛如当年他爹始皇帝对赵高的信任一样，那可是言听计从，甚至胡亥比始皇帝更绝。听完赵高的话，胡亥二话没说，直接上手开始杀兄弟姐妹。至此，自爆规则怪谈第1条终于惊艳亮相，消灭亲人，直到把自己一家杀到绝户。按照史料记载，胡亥的兄弟当中有12个皇子在咸阳被杀，10个公主和另外6个兄弟在杜游被杀，而且是手段极其残忍，10位公主都是被碾死的。而现在考古也证实了这一惨案的真实性。考古学家在秦始皇骊山陵不远处的上郊村发现了一组陪葬墓，其中一座墓主人的印章上刻有殷曼2字，证实了她就是秦始皇生前最疼爱的小女儿嬴殷曼。而在已经发掘的7具尸骨当中，有的躯体与四肢分离，有的头骨与躯干相分离。而在已经发掘的7具尸骨当中，有的躯体与四肢分离，有的头骨与躯相分离，有的头骨上设有箭头。这些现象都表明墓主人系非正常死亡。主持发掘工作的袁仲一先生推测认为，这组陪葬墓的墓主人就是史料当中胡亥暴政下死于非命的秦始皇子女。胡亥这种杀兄长、杀姐妹、杀到一个不剩的地步，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骇人听闻。《史记》用了一句“秦首震恐”，意思是老百姓都吓傻了。而《资治通鉴》又加了一个“宗室震恐”，也就是所有的皇室权贵也都吓傻了。但是先别急着傻眼，说好了大开杀戒，怎么可能只杀兄弟姐妹呢？所以自曝规则怪谈2大清洗，所有当官的谁都别想活。当初赵高给的建议里，除了尽杀宗室兄弟，还有一个尽除先帝之臣。那么请问，秦始皇最重用的官僚是什么人？答：以丞相李斯为代表的法家集团。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胡亥借助李斯支持登上皇位，屁股还没有捂热乎，就立即开始对法家集团展开了大清洗。史料中明确记载了，在杀兄弟姐妹的同时，胡亥又在朝堂上疯狂抓人杀人。所谓郡县守卫，有罪者诛之，意思就是说，但凡胡亥认为不利于自己和恩师的，不需要理由，直接下狱杀头就完了。估计这时候的李斯也是懵的，他可能怎么也想不通，英明神武的少年皇帝怎么一上来就对自己这一派开火了呢？毕竟明明是自己这些人才真心拥护他的。所以我们要在此有一个重大的判断，那就是秦二世登基之后，朝堂上的混乱和斗争是早早远于关东发起的反秦运动的。简单来说，当天下还没有大乱的时候，秦朝的中央政府已经在皇帝主动破坏之下乱了套了。猜疑链一旦开始是停不下来的，所以迫害完法家集团，胡亥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整儒生。与大家想象的不同，即便是秦始皇时代，儒生集团同法家集团一样，都是活跃在朝廷的重要力量，双方还经常一起辩论政策。但你知道吗？继任的秦二世胡亥却不由分说地举起屠刀，将法家和儒家全都一股脑地给残忍消灭了。这是为什么呢？秦始皇时代，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是焚书坑儒，但实际上，秦始皇坑的更多的是方士，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神棍。而对于儒生，秦始皇作为政治高手，秉持的是打一派拉一派，也就是对一部分人治罪之后遣散回家，对另外一部分有价值的儒生，则是留在中央做顾问。可以说，秦始皇的儒生顾问制度是非常精妙的，他既在意识形态上奠定了法家的地位，又给了儒生一个合法的参政机会，属于是大大的缓和了各个流派、各个地区之间的矛盾。但我们胡亥老哥可不管这一套，只要是让他不爽了，那就全部杀杀杀。事情的导火索是陈胜吴广起义，当关东的起义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的状态的时候，有关部门急忙把这一消息报送给大秦中央政府。胡亥听了这件事之后，表示出高度重视。不过他重视的并不是处理农民起义这个问题，而是要把提出农民起义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人给处理了。在朝堂上，胡亥装模作样的询问儒生集团说，原先楚国的一些庶族正在攻城略地，主公以为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儒生集团据实回答，
这是造反，希望陛下赶紧发兵镇压。胡亥一听发兵镇压这种话，立刻脸拉得老长，当即就要发火。这个时候，在秦朝官至博士，在汉朝担任礼仪制度总设计师的儒学大师叔孙通先生，敏锐地感知到了胡亥的情绪，立即表态说：“大秦哪有造反啊？没有造反，那些都是鸡鸣狗盗的治安事件，当地警方就能处理，根本用不着陛下发动大军。”叔孙通说完，胡亥总算觉得顺耳了，说了一句：“善。”但是呢，人家叔孙通老先生当然是眼疾手快，立刻决定不再伺候这个荒唐的朝廷了。可在场的相当一部分博士依旧本着负责的态度，再次提醒皇帝，那是造反，不是毛贼。这一下，胡亥大帝是彻底暴走了。他一个一个询问在场的博士，然后让装傻充愣说盗贼的一律正常下班回家，凡是坚持认为是起义叛乱的，全部就地逮捕下狱。然后又是非常经典的杀头了事。好家伙，胡亥这两手棋一出来，硬是直接把支撑秦国官僚队伍的法家官吏和儒生集团彻底砍了个奄奄一息。不过话说回来，胡亥就是再荒唐，也应该知道造反的严重性吧？可他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听到造反的消息？为什么听到消息之后就是无动于衷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李斯之所以放弃其他皇子而选择拥立胡亥，是因为胡亥和赵高都是修习法家学说的。李斯自认为，如果能推举一个像始皇帝一样重视法家的皇帝，那么法家思想就可以在朝堂上站稳了，就能够跟大秦一统天下途中崛起的强势的军人集团所抗衡。所谓军人集团，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与公子扶苏一同被杀的蒙恬。蒙恬被杀之后，北境30万大军的指挥权转交给了王离。这个王离则是帮助秦始皇平定六国的王翦的亲孙子。此外，在中央朝廷与李斯一同搭班子的还有一位右丞相冯去疾。冯去疾还有个亲戚冯杰，此时的职务是大将军。可见由蒙、王、冯等大族组成的军人集团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势力，对中央朝廷，尤其是法家集团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力。李斯拥立胡亥，就是希望从小学习法家学说的胡亥继续重用法家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军工集团抗衡。同样的，胡亥之所以不愿意听到造反的消息，之所以死活不承认国家有叛乱，根本目的就是不想让军队掺和进来。毕竟那30万大军首领和统帅都是自己下令必杀的，所以在极度忌惮军队、极度害怕军人集团参与的恐慌之下，大秦自爆规则3浮出水面，视军队为最大的敌人，只要闻反字，挥刀断手足。比如陈胜吴广起义之后，除了儒生集团之外，军事部门也是非常的紧张，并派出专门的情报员给胡亥汇报战况，表明关东已反，朝廷要严阵以待。出乎意料的是，面对那些出生入死为朝廷传递重要情报的情报员，胡亥竟然表现得更为愤怒，以至于丧失了理智。为了确保没有任何军队敢于参与其中，他竟下令大肆屠杀，将那些历尽艰辛为朝廷搜集情报的军人们一一杀害，来一个杀一个，一直杀到情报员再也不敢提及任何造反的言论，而只敢报告有盗贼出没为止。至此，整个大秦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从前线到后勤，再没有一个人敢讨论农民起义的事情。这时本来就如火如荼的起义，在胡亥刻意的忽视和掩盖之下，变得更加的声势浩大，势不可挡。各地造反的义军和蠢蠢欲动的原六国诸侯一看，这都已经杀县令、夺府库、自立为王了，秦政府竟然是硬是视而不见，不理不睬。自古以来，有什么时候连这种闹革命的事儿都如入无人之境一样？那大伙还等什么呢？还不趁着千载难逢的机遇赶紧复国呀！可见阴谋上位的赵高和胡亥心虚到宁可葬送整个江山，也不愿意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威胁自己的统治，甚至连自己的军队也不相信，可以称得上是大秦的克星，义军的伙伴了。胡亥和赵高以为只要自己掩耳盗铃，死死捂住消息，就可以安然地坐稳皇位，但结果就是一个叫做周文的将领，硬是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3晃2晃就突破了六国打了几百年都进不去的函谷关，到达了关中的细水地区，并且马上就有进攻咸阳的意思。这个时候，胡亥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啊，原来叛军打进来，自己也要完蛋啊！到此，胡亥终于反应过来了，总算是愿意正视叛变的问题了。可此时关东的局势早就已经失控了，陈胜吴广在星火燎原，六国贵族在割地复国，刘邦英布这样的豪杰则是在满世界攻城略地的捡果实，能够镇压起义军的战略窗口已经彻底延误了。
不过好在还是有人能力挽狂澜的。危急时刻，少府章邯站了出来，率领在骊山修建皇陵的囚徒们紧急组成军队，打败了周文的义军。章邯在军事上的行动我们暂且不表，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他是谁。章邯担任的少府的这个职位是9卿之一，主要工作是为皇家掌管山海地泽等不动产，此外还管理皇室私财和生活事务。但无论怎么说，章邯作为9卿之一，必定受到三公的管理。也就是说，章邯并不是自己蹦出来振臂一呼高喊拯救大秦的，而是由三公推举出来挽救关东局势的救火员。也正是有了三公集体下场救援，秦朝终于一反常态，开始有了明确的战略方向，明确由章邯带领刑徒军对义军发起反击。为了全面支持章邯的工作，秦朝特地挑选了2名得力助手帮忙，一位是岳阳监狱主管司马欣，一位是高级军官董翳。这2人的任命可谓是意味深长啊。司马欣代表着秦朝司法体系的力量，其背后可以窥见法家领袖左丞相李斯的影子，而董翳则来自军队的高层，他的出现无疑体现了来自军功世家的右丞相冯去疾的支持。此2人组合下场，显然是三公，特别是李斯与冯去疾为镇压叛乱和支持章邯而量身打造的后盾。不仅如此，正当章邯发起反击的时候，驻守北疆的30万大军也终于被调动了起来。当战局发展到章邯围困赵国的时候，王离已经率领这支秦军精锐与章邯会师，这标志着秦朝中央政府终于恢复了正常的决策能力，大秦的国家机器再次轰鸣起来。仔细看史书的时间脉络，就不难发现，章邯横扫千军的时期，正是三公下场支援他的时候。但诸位以为这是赵高和胡亥想明白了，终于信任大臣，放手三公，奋力一搏了吗？事实则恰恰相反。这个时候，胡亥竟然在玩失踪。章邯确实很能打，杀田臧、破李悝、走陈王，到了最后更是破项梁、灭魏咎，基本上把起义军给收拾了个遍。可是章邯这么厉害，章邯身后的法家和军工集团这么厉害，这就不得不再让赵高再次感到脊背发凉了。毕竟三公法家军队肯定不敢废立皇帝，但换一个或者说铲除一个大太监，他们还是能做到的。那该怎么办呢？好说，这就是大秦自爆的规则4，三公也给杀了。赵高以老师的姿态教育胡亥说，天子之所以贵，是因为群臣只感受到帝王的威势，但却无法看到帝王的喜怒哀乐。陛下您还年轻，很多事情处理不好，很容易损伤到自己的威严，不如您身居宫中，使群臣都不得见，由臣来处理这些事务，处理好了给您汇报，这样一来天威不可测，国家会治理得更好。胡亥一听，很有道理啊，而且他本来也更愿意待在宫中享乐，索性又大笔一挥，将朝中大小政事都交由恩师一人来独断专行。那已经截取了帝王之权的赵高，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赵高决定先打李斯，考虑到李斯在朝廷树大根深，难以撼动，所以赵高走迂回路线，准备先在李斯的长子三川郡守李由身上做文章。他汇报胡亥说，李由与起义军有着不明不白的关系，起义军在三川郡经过，李由并不曾主动出击。胡亥确实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对于这种牵动三公级别的大案，他竟然没有丝毫的警惕，只是懒洋洋地给赵高反馈说，谁有问题查谁就是了。所以当李由拼死捍卫三川郡守的时候，在他的身后是赵高玩命一般的诬陷。最终在前有起义军，后有朝廷小人夹击的境况之下，李由在没完没了被怀疑、被调查、被打压之下，战死在了起义军的冲锋当中。而另一边的章邯就更无语了，当他好不容易连续击败多位义军的首领，局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明明应该选择与王离合兵，然后发起最终会战的关键时刻，章邯竟然带着自己手下20万人脱离战场，转而去给王离的30万精锐做后勤保障。这就揭露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当数十万秦军在前线厮杀的时候，秦军后方的物资补给的体系却极端微弱，以至于在巨鹿决战的时候，连章邯这样的主力统帅也不得不亲自下场，参与到修甬道当中。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王离军队的粮食供应。或许就有人会问，前线士兵都被调去搞后勤了，秦朝中央难道就熟视无睹，任由大军在前线忍饥挨饿吗？有谁敢想象，在敌我双方准备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其一方的皇帝因为不喜欢前线的指挥官，居然下令停止粮草供应，阻止自己几十万的大军被敌人打爆。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居然只是想恶心那位前线将领。大家先别笑，因为这是秦汉之际
真实发生的故事。事实上，一开始秦朝确实有一定的补给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章邯能在初期势如破竹的原因。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些政策全部都失效了，后秦也就一夜归零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持章邯的那些重要官员，也就是三公，已经全部被打倒了。秦22年8月，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杰联名上书，以关东震荡、起义无法遏制为由，劝谏胡亥暂缓徭役、漕运，暂停阿房宫工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减轻赋税。可以说，三公的眼光还是比较毒辣的。这次起义当中，除了一小部分致力于改朝换代的豪杰之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只是被苛政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揭竿而起。倘若能够暂缓工程，轻徭赋税，让百姓回家过安稳日子，那不仅能够省出战争所用的粮草军饷，而且还能够切断义军们的群众基础。但是三公不知道的是，他们遇到的是千古少见的自曝侠师徒俩。面对最高首长的联名上书，胡亥不仅没有接纳，反而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态度疯狂甩锅，表示你们贵为三公，不仅不能遏制群盗，现在反而还干预朕的生活，在其位却不能谋其政，你们也就别干了。来人，把他们3个全给我下狱。好了，到此为止，封建历史上最奇葩的一幕出现了。一日之间，中央政府的首脑竟然尽数沦为阶下囚。面对这场无端的迫害，右丞相冯去疾与大将军冯杰悲愤交加。冯家世世代代效命大秦，未曾想到头来服务的竟是这种荒唐朝廷和混账皇帝。绝望和屈辱交织之下，冯去疾与冯杰决定以死明志，在狱中自杀。相比之下，李斯虽然也心有不甘，但却还怀着一丝逆风翻盘的期待。在狱中，他不断地写条子以陈情，试图让胡亥回心转意。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给赵高继续提供可乘之机。李斯下狱之后，赵高趁机进一步罗织罪名，并严刑拷打，用尽酷刑，使李斯招认。最终，李斯无法忍受酷刑，选择了认罪。公元前208年夏天，胡亥下令诛杀李斯，夷3族，具5刑。所谓5刑，先是情面，在脸上刺字，然后是割鼻子、砍断左右脚、腰斩，最后是剁成肉酱。李斯这个为胡亥夺权的盟友，以一种荒诞、惨烈、惊心动魄的死法，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斯一死，前线的局势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大溃败了。即便是章邯本人亲自披挂上阵，亲自督运王离的粮草补给，也没有能够挽回巨鹿之战的惨败。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当中，大将王离被俘虏，下落不明。将军射监不肯投降，选择了自焚而死。将军苏角在战斗当中兵败被杀，血染疆场。可就算这样，章邯仍旧强撑着最后一丝力气，艰难地与项羽和楚军对峙。为了搞清楚李斯垮台之后的朝廷风向，章邯特地派遣司马欣，就是当初李斯派给他的那个副手，回京探查消息。而司马欣带回的消息却如同一盆冷水，彻底浇灭了章邯希望。他说，皇帝身居宫中，对前线战事不闻不问，对我等亦是不见不听。赵高一手遮天，专横跋扈，对军队不信不满，只是一心想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至此，章邯终于绝望了。他仿佛看到了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们，看到了将军们以自己方式走向终点，而章邯也决定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毫无底线、毫无人性、毫无信誉的朝廷告别。他决定投降项羽。公元前207年8月，秦纪年23年7月，章邯与项羽缔结盟约投降。随后，章邯亲自前往项羽军营进行拜谒，或许是政治表演，也或许是真情流露。总之，章邯在见到项羽之后，悲痛得泣不成声，直言自己在秦朝受到的种种迫害，并控诉赵高的种种卑劣行径。之后，项羽立章邯为雍王，立司马欣、董翳为上将军，并由他们调转枪头，向秦朝、胡亥和赵高发动最后的致命一击。那么，这么危机的关头，胡亥和赵高有没有什么对策呢？他们在忙活什么呢？如果审视历史，你就会惊奇地发现，都到这个时候了，两人竟然还在花式作死。皇帝胡亥依旧在享受生活，而赵高竟然想当皇帝了。在赵高的设想当中，只要自己雷霆震怒，那么章邯就会主动交出兵权，然后再乖乖回到朝廷，让赵高迫害，就像他这么些年迫害三公那样。但没有想到，章邯最终竟然选择了投敌，这就让在赵高把持下的朝政变得更加糜烂。虽然此刻的胡亥还沉浸在享乐当中，但倘若他得知当前的局势，一定会像甩锅三公那样甩锅自己。到时候，胡亥这个没头脑一不高兴，自己的脑袋
就得搬家。因此，为了自保，赵高开始谋划杀掉自己的这个好学生。是的，大家没有听错，赵高跟胡亥一样，从来都是想一出是一出，行为逻辑是出奇的相似。为了能够在弑君前清除异己，赵高特地组织了一场朝会，并且邀请伟大的皇帝陛下一同参加。在朝会上，赵高指着一头鹿，硬是说是一匹马，并以此来判断哪些人是忠于自己的，哪些人是忠于秦朝的。面对这种明晃晃的党同伐异，胡亥竟然依旧信任赵高，并且用一句 love and peace 的心态问道：“恩师啊，马也好，鹿也好，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干嘛带上我呢？”赵高一看，好吗？弑君的难度远比自己想象的低。另一方面，赵高依旧保持着超乎常人的小聪明。他考虑到，在杀了皇帝之后，大秦肯定是混不下去了，那该怎么办呢？好说，我赵高也一块投降义军就行了呗。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赵高准备谋害胡亥的同时，他也在与刘邦等义军首领接触，并且非常自信地表示：“那啥，我也不多要，等我替你们杀了秦帝之后，你们给我一个秦王当当就行。”刘邦一听这话都被气笑了。自己辛辛苦苦从沛县起兵，吭哧吭哧打了几百场战斗，唯一想要的就是先入关中者为王。自己这么辛苦都没封上王呢，你个死太监倒好，大嘴一张就想当秦王。当然了，无论刘邦心里多么的鄙夷赵高，但他嘴上还是尽可能的用好话来哄住他，表示赵大人您说的那些都好商量，您还是先把皇帝给杀了，把城门打开吧。就这样，章邯投降之后仅仅1个多月，赵高发动政变，派女婿阎乐发兵包围了胡亥，逼他自杀。临死之前，胡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还在气势汹汹地质问左右：“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左右侍卫如实回答说：“我们不敢说啊，凡是说你家恩师不好的，都被你杀了，谁还敢说真话啊？”随后，胡亥表示：“我要见老师。”阎乐干净利索地回答道：“不行。”胡亥则退而求其次，说道：“这个皇帝我不当了，随便当个郡王行不行？”阎乐依旧不答应。胡亥只能继续祈求道：“那我做个万户侯行不行？再不行，你们就放我出去做个平头百姓，可不可以？”阎乐是越听越烦，最后他果断拒绝胡亥，说道：“我奉丞相之命来杀你，你说什么都不好使了，还是快点自裁吧。”就这样，一直到死，可怜的胡亥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他的恩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对他。公元207年7月，胡亥自杀。此时距离秦始皇去世刚刚过去了3周年，又是1个月之后，刘邦攻入咸阳城，继位的子婴贬去帝号，称秦王，向刘邦投降。至此，秦朝灭亡。视频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秦汉更替的另外一个视角。一直以来，人们都对刘邦、项羽3年灭秦一直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无论是项羽登峰造极的战争能力，还是刘邦出神入化的政治手段，都给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印象。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之所以陈王、项羽、刘邦能够在短短的1-2年时间内就能迅速的崛起，他们的猪对手赵高、胡亥师徒俩也确实是功不可没。我们能够看到，只要秦朝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比如章邯率军反击的时候，义军的形势就不会那么乐观。相反，只要主动权再次回到自爆师徒俩手中，那么义军发展就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其实，古人对于这师徒俩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唐代思想家、唐宋8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就曾经说过：“秦之师，师之于政，不在于治。”如果说秦朝高度集中的法家制度毋庸置疑，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严峻到秦始皇去世之后仅仅过去了3年，天下就完蛋了的地步。而真正让秦朝迅速垮台的是失之于政，也就是一系列的政治问题，比如皇帝极端昏聩，赵高疯狂弄权，对全国官僚的大清洗，对中央首长集体迫害，不信任军队以至于放任义军做大等等等等。而究其根本原因，这些政治问题又都能回溯到胡亥和赵高2人的身上。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大秦的粉碎最功勋卓著的就是大秦的皇帝胡亥。